Hello，大家好，我是议员。今天我们来看一下玩家社区那边所看到的一个贴文。有玩家就问到2975是不是想要和2489合并？2975其实也是越南王国来的，同时间他也是 tag 了河粉的名字。那河粉是已经回应了，说是假消息。有一个评论说到2489在上一个 KVK 结束之后，有很多玩家都移民离开了，他们没有办法再找到更多战斗的玩家。河粉也是否决了这一点。只是说他们踢出了很多账号，但是战斗的成员们依然还保留着。那么究竟发生什么事情呢？为什么这个玩家会说2975是不是打算要和2489合并？那我去2489的王国看到了王国邮件，就像你们画面上所看到的， Avix 已经发布了2个关于2489未来的邮件，还有一个邮件是澄清的邮件，这个我之后会跟大家讲。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封邮件说了什么东西。在开始就有说到2489在以前呢只是一个刚拿到奥西里斯联赛冠军的一个小王国而已，经历了不少的战斗，胜利失败还有多重的曲折，才知道了今天。那开始进入主题了，到底2489发生了什么事情？在过去的战斗中，他们只有80至90位高活跃度的玩家而已，但是他们的王国依然还是需要承担120到155个账号的重量，这个非常不合理。也就表示说他们的王国虽然它的那个匹配值是120到155个人，但实际上真正有战斗的玩家就只有80到90个，然后剩下的全部都是一些不活跃的玩家或者是不打架的玩家。尽管现在已经有分线报名了，但是你们也可以看到他们活跃的玩家就只有这么少而已，但他们还是必须要选择大概500位玩家去参加 KVK。 要如何选到这么多位玩家去参加战斗呢？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个问题也不只是发生在2489而已，其实大多数的仙服王国都有遇到同样的问题，就是说尽管现在官方已经推出了分线报名，但是现在仙服王国的处理方式依然还是像以前那样，一直要去处理高战农夫不活跃的玩家。那其实这一次的 KVK 也就是2489对上960这一场 KVK 应该是很刺激的 KVK， 但活跃的玩家数量依然还是如此，所以他们给出了很多福利。这边稍微跟一些不知道的玩家说一下，其实这一次2489对上960的 KVK， Avix 是自掏腰包帮他们买礼包，应该是说赞助他们买礼包，不过当然这个是有要求的，不是说每个玩家都可以拿到这些礼包。Avix 也是通过这一次2489和960的战斗之中筛选出来哪一些玩家应该要被淘汰，就是离开他们的王国。毕竟我相信大多数的玩家看到这一次2489的表现都觉得不太好吧。因为我在之前也是跟2489战斗过，我觉得上一次他们的表现还比这一次好，这一次明显感受到没有这么好了。那下面就补充他们现在做了什么东西。现在他们已经削去了30个账号，现在只是保留了90个比较高活跃度的账号。他希望能够保留这些核心的玩家，然后再慢慢招募一些比较优秀的玩家进来2489。如果他们再接受一些没有办法应对这样子高强度 KVK 的玩家，最后的结果也会跟今天差不多而已。他不想再重蹈覆辙。至于他们会招募哪一些玩家，他们会招募一些在先锋王国战斗的玩家，然后每个赛季可以获得15亿击杀的玩家。如果是在 A 组以下的玩家的话，可能要求会更高一点。为什么会更高一点呢？因为在 A 组以下的玩家，尤其是那种大佬账号，可能会拿到更高的击杀，所以 Avix 才会说在 A 组以下的王国，这种比较强的玩家可能要求会比较高一点。还有招募那些不怕阵亡部队的玩家，拥有高战力可以去围殴建筑物的玩家，又或者是低战力但是有很多大量农场账号的玩家，一些知道活跃度到底有多重要的玩家，会使用代打的玩家。OK， 所以这个是王国邮件的第一个部分。说真的 Avix 的这种邮件呢，是我比较喜欢看到的邮件，就是直截了当。你们没有看过国服的邮件，天哪，他那个写那种废话真的是多到不懂要怎样讲。Avix 的邮件就是简单明了，知道要做什么东西。第二个部分，他们在心态上需要有什么改变？首先得承认他们已经不是最好的王国了，但就算他们只有90位玩家，依然也可以成为顶尖的王国。或许在未来他们可以招募到一些更强大的玩家进来，可以让他们的王国重回巅峰，让2489成为一个比较精简的王国，也可以随意的加入一些 KVK 战斗，就比方说先锋王国的战斗，又或者是一些其他组别的王国战斗。或许他们会喜欢这样子的王国定位也说不定呢。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也是决定在2月3日报名 KVK 难道他们要跟2377还有960碰面了吗？他想要参与一场有挑战性的 KVK， 他知道这个不容易，但也不是说不可能的事情。
至于未来他们有考虑要不要跟一些比较强大的王国合并，因为这个游戏的发展有很多王国，他们的人数逐渐减少，又或者是他们的管理层也是逐渐减少，所以和一些经验丰富的王国合并或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他们也会继续管理王国，然后把一些表现不是很好的玩家给清除掉。在之后的每一场 KVK 都会这样子进行。至于下面的部分就是讲他们有什么问题的话，就可以去联络他们的管理层之类的。那 Avix 这边的2封未来的邮件呢，其实就跟我之前所说的一样，之前虽然是有很多玩家反对合并的事情，但是你们真的不能不考虑合并的事情了。像我之前所说的，王国的人数活跃度都在逐渐减少。像在之前我有跟大家透露过，我去越南跟策划开会的时候，也是有提到王国合并的事情。那其实策划已经是给出了我一些方案，不过还在构思阶段，我不能讲太多东西。我唯一能够透露的就是，就连策划他都觉得说应该要开始选择合并了。但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去合并呢？这个我们不知道，我也不能讲太多。但是现在依然还是只能靠我们自己跟某一个王国商量到底要不要合并而已。那其实王国合并，也就是大量玩家移民这件事情呢，也是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合并也有带来负面的影响，就是原本有2个王国就变成1个王国了。像以前强大的先锋王国也是蛮多的，就是因为有太多先锋王国一直合并再合并，就变成现在强大的先锋王国可能就只有那2-3个而已。但是在我看了 Avix 的邮件之后，我真心觉得就算是王国合并分线报名，王国战力线开放，也只是会变成死循环而已，你最终还是会回到原点。所以我觉得还是需要想一个方案，到底要去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啊？王国一直没有办法活跃起来。所以最后一封邮件是关于澄清合并的事情。他看到有一些玩家问他关于王国合并的事情啊，所以他觉得有必要澄清一下。首先，他们没有考虑过要移民去某一些王国，这个是他们的家。28-9是一个已经发展完成的王国，这个王国也是完成了许多的成就。所以要他们移民出去，这个想法是不理智的，所以最多也就是其他王国移民进来28-9而已，他们不会选择出去的。第二点，他们暂时还没有想要合并的王国，现在只是一个想法而已，只是针对于现在的游戏状况，合并或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他之前也是有跟其他的朋友商量过这件事情啊，不过也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目前他们会专注的在提升自己，也就是提升28-9线，如果刚好有遇到一些比较不错的王国，才会打算要不要合并。以上就是28-9的王国邮件啦，不管怎样，我都是希望28-9能够变得越来越好，因为我也算是一路走来看到28-9是怎样发展了。而且在这一次我去越南跟 Avix 见过面之后，是真的看到他花了很多心思在28-9身上。重点是，如果连28-9都没有的话，这样之后960要跟谁打架？所以各位对于28-9的未来有什么看法呢？还有 Avix 的邮件所说的内容，其实我个人是比较同意 Avix 所讲的东西啊。你们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们自己的想法，我们下个影片再见，拜拜。